身处分量知识，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理，我是9九。很多朋友都会去日本旅游，除了观光，最开心的还是可以去药妆店采购。但是呢，日本超人气止痛药叫 EVE， 有一名年轻的女性，她长期服用，最后竟然要洗肾，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带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止痛药为什么让人越吃会越依赖，还有哪些情况下是已经不能再吃了，一定要记得去看医生。那另外呢，我们要怎么从根本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不再依靠止痛药来撑过每一天。对今天话题有兴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汉明堂主治医师周宗翰医师。Hello， 周医师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宗翰医师。欢迎周医师。周医师啊，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其实啊，我知道您很经常的去日本旅游。其实台湾也有很多朋友去日本旅游。那您之前在粉专上面提到，看到有人在日本药妆店就一口气买了10几盒叫 EVE 的止痛药。那这款止痛药真的是很受欢迎。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有一位才30多岁的女士哦，她竟然因为长期服用这款止痛药叫 EVE， 导致必须要洗肾。所以请教一下周医师，这个真的很恐怖因为30几岁，为什么有人吃 EVE 没事，有人吃到要洗肾？问题您估计啦，说可能出在哪里呢？其实我如果在临床上面看，大部分使用 EVE 的用来止痛药的一些，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比较少会突然出现到洗肾的问题。有些就是我认为我猜测是比较像是特异体质。那这些我以前我是身为药师嘛，那除了 EVE 以外，其实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叫止痛药滥用的情形。那比较长期的使用止痛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会造成肾脏的一个机能变得比较差。这个我常看到，可是比较少会看到说，就是突然吃EVE 长期的使用来讲的话，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整个肾脏的一个衰败的速度如此的快。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有可能就是药物的交互作用。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都我猜测了，因为其实我不清楚说这个女生的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没有看过她的状况，也没有诊疗过她。那其实我这个新闻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新闻。对，那其实 EVE 的使用蛮常用的。那我比较常看到，我猜测几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她可能大量的长期使用，像有些女生她的痛经，或者是有些她的头痛，有些人她的头痛，他们在吃止痛药，他们怎么吃呢？只要想到就吃，就是可能1个小时吃一次。我认为如果说我现在是以药师的身份来想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吃的一个范围是不对的。它的剂量不对，它的时间点不对，还有它的用法不对，因为这绝对不是医嘱。大部分的医嘱，它在我们的那个盒子上面，药的盒子上面，它一定会有建议的剂量、使用的剂量，以及每次该使用的一些频率，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可是大部分我如果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止痛药滥用的情形的话，就是第一个，它没有遵照医嘱，就是长期的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使用止痛药。我先不要讲 EVE，我们另外有一种药叫做 acetaminophen， 就是叫做普拿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普拿疼在对这个有血热、有镇痛、有消炎的作用，很多人会把普拿疼当作是止痛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普拿疼，然后 EVE 就是所谓的 NSAID non-steroid 的 inflammatory 的那个NSAID 的这一种药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steroid 就是类固醇。这3种就是在我们西药里面常使用的止痛或是消炎的用药。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普拿疼嘛，普拿疼就 acetaminophen，它长期的一个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它其实会造成我们的肝毒性。那短时间大量使用呢，它的肝会衰竭，会立刻坏死。我以前这个是我们一个药师的国考题，他可能1天之内吃10到16颗，我记得14颗到16颗普拿疼，他的肝脏就会立刻的坏死，这时候要做紧急的一个处置，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那 NSAID 它像我们 EVE 就是所谓的 NSAID，就是它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剂。
非类固醇消炎止痛剂，会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长期的使用，它也会造成肝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刚刚舅舅讲的这个病例，有可能是第一个，它的使用的剂量不对，它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一个使用。第二个就是它本身的肾脏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本身在有肾功能一个衰竭，或是它有一些先天性的肾脏疾病，在服用止痛药也有可能会造成肾脏的衰败跟坏死，但是这个非常的少见。我在临床上面会比较常看到的一种叫做 IgA 肾炎。IgA 肾炎它是所谓的免疫系统它攻击我们自己的肾脏导致的一个疾病，产生的原因其实是不明的。大部分的这种原因来讲，都是免疫系统失常造成的。那这种免疫系统失常产生的 IgA 肾炎，很有可能就是如果说吃比较多的止痛药，或者是在不对的一个药物来讲的话，就会让肾脏的一个功能立刻的衰败。那再来就是药物的交互作用，药物交互作用也是一个会诱发我们肾脏衰竭的一个主因，有可能是它服用的一个药物来讲的话，也包含了像譬如说免疫制剂，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用药，或者是像譬如说利尿剂，或者是降血压的用药，这类型的用药在药物的交互作用来讲的话，往往会加重肝肾毒性。这个在临床上面很常出现的，所以我们以前当药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考题，就是药物交互作用的考题，就是 A 药加 B 药会有什么样的毒性？那这种考题通常都是要放弃的，因为太多了，根本背不完，所以只是一律猜 A， 没有办法去背这种东西。那现在有 AI 就很简单了，你就是把所有东西丢进去，然后问 AI 说，这个有没有交互作用？然后他就立刻跟你讲，哇，好多交互作用出来了。那你就会发现说，哇，天哪，药就是毒。所以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就药师考试，我真的觉得讲到药物交互作用，我就觉得很害怕。那个是一整本书然后只考了2题，就是考2题。难怪你后来没有当专业药师，后来是当中医师，真的是。我还是有提，就是很多药师的问题啊，就是可以问我，因为我在药师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花过非常多的苦心，所以想要 EVE 这个我就非常有感触。那还有一种就是你说。对，就是这种药物交互作用。是您说交互作用，对，因为交互作用很重要。您请继续。就是对，不好意思，我没在讲话。对，药物交互作用啊，其实就是比较最困难的，因为 NSAID 或者是止痛药，其实在于我们慢性病有非常多的交互作用，可是慢性病的患者又最常见的就是身体疼痛。这其实是有点关联的。是的，很多慢性病，血糖的问题，或者是血脂的问题，或者是本身它有血压的问题，它比较常伴随的就是疼痛。它的疼痛就是第一个头痛，第二个关节痛，第二个膝盖痛，或者是腹部痛或胃痛。那这时候它会什么样？就是服用止痛药。这时候它的药物的复杂度就会慢慢出现了。这是我在临床上面常看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他又跑来看中医。那就更糟糕了，那时候中药要加进去，他一下吃止痛药，一下吃慢性症药，一下吃中药，一下吃西药。其实有时候在药物的使用上面来讲，我不得不否认，这个会造成肾脏跟肝脏的负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在临床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或者在治疗上面，就会尽量的减少患者的用药的使用。这个等一下我后面我会分享说，不管是针灸或者是艾灸，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止痛，或者是疼痛的原始点，这个都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往往在现实上不是这么的理想，它还是必须要靠药物嘛，因为它的慢性病的用药，它本身有血糖的问题或者是血压的问题，它没有办法随便的去停药。这个停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造成一种反弹性的现象。同样的，止痛药它会有一种依赖现象，不管是哪一种止痛药，不管是类固醇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NSAID， 就是 non-steroid 的这种止痛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普拿疼，它会有一种叫做依赖性，也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属于心因性的需要用这类型的用药。什么叫心因性呢？他身体并没有疼痛，可是他觉得说他应该要吃，避免他开始出现疼痛，这就是所谓的心因性的服用止痛药。那这时候我就会就是产生所谓的叫做药物滥用。药物滥用在不管是亚洲或者是在美洲或者是在世界任何各地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非常要严正的重视的问题。是的，撇除了毒品以外，止痛药就是很常药物滥用的一个状况。是，其实在美国
对，在美国真的是就是药物滥用的情况啊，我觉得止痛药真的是里面其中的大宗。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处方药，大家有警觉性说，哦，处方药可能吃多了或怎么样啊，抗生素吃多了你会容易伤身体。其实止痛药也是其中的一大宗。为什么？因为处方药你会觉得你要去处方，然后你会比较谨慎，但是你去，比如说你去 pharmacy， 你去这些药房，你去买一个药，你觉得普拿疼很简单，好像就对身体没什么伤害，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伤害。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还是想请教一下周医师，因为您刚才讲交互作用或者是本身的药性的问题，很多人就是喜欢吃这个 EVA， 是因为EVE 啊，他说因为吃下去呢，感觉是药效很快，而且很有效。那像这一类的止痛药，为什么是真的这么好用？还有是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用，所以可不可以借此机会来提醒一下呢？常常很多人去日本会去日本的药妆店，那药妆店里面除了买药妆以外，就是爱买他们的成药。那日本的成药之所以有名，就是有效。有效的原因，我有稍微归纳几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们很爱用复方，他们的日本的成药非常的强，他们非常的爱用复方，不管是西药的复方，或者是他中药加西药。日本的用药啊，我其实因为我真的很常去日本，我今年已经大概去6趟了，真是不敢当，就是明下个月要去，就1年12趟吧，差不多，还没到半年交替的，对啊，已经6趟了，然后下个月要去打粉，然后再下个月我要再去佐贺，一直不断就短时间的假期就是可以去，然后可是我常常就会观察每个人买的东西，然后这个我刚刚在粉专上面写的，只是就是那时候我那时候去大阪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小姐怎么买那么多？对，他其实就是我就有点多管闲事，可是也不好意思去问太多东西嘛。对，他只是分享一下。那我想我拉回来，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为什么日本的用药很强。第一个，他们的科技跟药理进步，科技跟药理很进步。那再来就是第一个，他们看医师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日本人他们习惯买自己的成药去治疗，除非他们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要不然他们也不太随便会去医院，因为医院他也有可能是他不做任何处置，然后就让你回家。对，当然你还是要回去吃止痛药或者是吃其他的一些成药。所以在日本，日本人的习惯，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成药。他们的成药里面，我刚刚讲的有非常多的复方的成分。复方的成分包含，譬如说它有可能是不同的处方药 A 加 B 加 C， 像 EVE 它里面有3种复方，一种叫 Ibuprofen，Ibuprofen 它就是所谓的止痛药。那这个止痛药其实如果说在台湾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品牌，然后咖啡因有可能是提神的，那另外一个咖啡因很常用来什么？治疗这种偏头痛。像有些人吃咖啡因就是改善偏头痛，那再来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叫做乙烯尿素，它这些乙烯尿素它其实就有镇静安神的效果。EVE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地方它是禁止进入的，包含韩国或者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里面有禁药，就是乙烯尿素。乙烯尿素它里面它有镇静的效果，就是所谓的讲直白一点就是所谓的那种更粗俗一点就是迷魂剂，或者是就那种类似那种冥想剂的那种，就是会让你的整个神经变得很康荡，或者是变得很就是很算是有麻醉剂的感觉。对，有麻醉剂的效果，就是类似那种乙醚的那种感觉，乙醚的效果就是会让你整个神经变得很舒缓。你原本很亢奋、很兴奋的样子，如果是大剂量的乙烯尿素，其实它会让你迷昏。那可是它的 EV 是非常小量的，EV 是非常小量，可是它的想法就是想要镇静，因为止痛第一个要优先镇静，这跟我们中医的想法其实是很相近的。它会用疏肝理气的方式来止痛，这种疏肝理气的方式就是以镇静，让你患者的一个情绪稳定，来改善疼痛的效果，这个就是疏肝理气的止痛。但中药的效果绝对没有乙烯尿素来那么强。它的镇静的效果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它把它列为管制药品。就连台湾，因为台湾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它的剂量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量，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台湾入境的时候 ，EV 现在只限制1到2盒，不能让你买太多。那有些人是因为台湾没有查，他帮你夹带进去的。然后可是如果说是大量的一个购买的话，其实也是会容易被海关拦查。那韩国跟香港是完全连进都进不去。如果说是你夹带进去，是因为他没有发现而已。
可是大部分人哦，如果说是因为乙烯尿素这个管制类的药品成分，它是不让你入境的，所以你在使是，用 EVE 或携带 EVE 或购买 EVE，你要非常的注意嗯跟小心。对，但是哎，它的疼痛的一个治疗效果呢，我的临床观察来讲是非常的好，而且它现在还有是什么 extra plus，还有很多的剂型，各种不同的剂型。是它以前只有一种而已，它现在还有出一种金色的，它以前是银色的，是金色就是它的剂是，量变得更强。也就是说，银色的哇哦，你已经吃不动了，那这时候你就要换成金嗯，色的，那可能价哇哦，格会稍微高一点，但是还是有人会买。这个就是 哇哦，EVE 它卖的非常好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疗效很好。像对，我有蛮多子宫内膜异位的患者，子宫内嗯嗯，膜异位它在妇科疾病里面，它的疼痛是排名第一位。也就是哇，说，它最难止痛，包含了所有我用了很多的一些止痛的一些成分的中药，其实基本上都压不住。一般的止痛药，他们也不见得 ibuprofen， 我刚刚讲的那个其中有一个成分叫 ibuprofen， 单方的 ibuprofen 它也压不住那个子宫内膜异位造成的疼痛，但是 EVE 竟然哇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哦吃止痛，月经来的时候吃 EVE 会比较舒服。第一个它止痛，第二哦，个它镇静，第三个又有咖啡因去舒缓你的血管的一个扩张跟收缩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很有效的哦可以改善止痛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那个年轻的哦，女生她长期的使用 是，EVE，这就是依赖啊。再加嗯上它哦，里面它有管制药品。这个管制药品嗯是刚刚我讲的乙烯尿素，但这种乙烯尿素长期的使用，它会让你的身体养成说你没有吃不行，这个就是管制药嗯，品很恐怖的地方。因为对，管制药其实最品就是怕就是这个对，有耐药它就很像毒性了，品一样，就是嗯依赖性跟耐药性是其中一个问题，可依赖性很重嗯，要。依赖原因在说，性你吃是，这个好像会觉得，哎呀，身体变得很舒服，那这就是很像一种嗯。类似毒品的那种概念，这其实您刚刚就是会比较一讲那个成麻烦。分，就是有点毒品的概念。可是你这样一讲，会不会大家以后EVE不能进台湾？开始就是不会啊，卫福部就开始因为这个查了。法规上面来讲，台湾的法规其实它也很明白，也很规范，就是所有的剂量里是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剂比较量扩张低的，的，对，比较低的剂嗯，量，或者是 EV 它也很聪明，它知道说哪些剂量不能太多，哪些剂量不能，那个只是一点点，可是那一点是，点有些在比如说韩国或者是香港，它就不让你进去，可大陆又可以。嗯所以就是每个嗯，国家的法规就是一个，是，那美国完全不管你啊，你要带几盒的应该也不会太多。也不会有什我觉得么太大的问题。对，美可是国就是真的美国它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就美国它是自己有药物它自己的滥用的药物也很，问题。可是美国它自己的制药工业也非常强，大部分美国人也不会想是是，要去日本去买这些东西啊，因为嗯日嗯，本它有日本的一个系统，那美国它有美国它自己的一个用药系统，是所以美国的是。用药其实也是又便宜又好用。对，是每个国家真的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回到刚才，就是这个女士啊，她是用了这个 EVE 去止她的经痛啊，然后后来她就变成好像头痛啊，或者稍微不舒服，她就吃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就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吃，可是后来不管怎么样动不到，就是你感觉啊一下子不太舒服就吃，长期吃止痛药，我想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只是 EVE 啦，就是说不只是 EVE 这个止痛药，其他止痛药也是一样啊。可能你就是长期吃一个这个药物，可能就是伤害我们的身体。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它是要洗肾，但是另外有可能哪一些器官，也可能因为你长期吃了止痛药之后，你还是会受损哦。这个我是要化身为周药师的，我就以药师的身份来讲周药师您好，你好，周药师对，就是不是黄药师，是周药药师。周药师，黄药师，我知道那个金庸的那个。对，其实steroid 里面，我们止痛药刚刚有分三大类，一个叫做acetaminophen，就是普拿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EVE 类的 ibuprofen，ibuprofen 只是其中一种，它这种正确的名称就是非类固醇止痛药。那再就是类固醇。那我先讲类固醇跟非类固醇止痛药。类固醇止痛药，如果说假设我们的疼痛它是属于火灾的话，那类固醇的是哪一种呢？是洒水系统。我把它比喻成洒水系统。以前我在医院教课的时候，我会这样子讲，就是全身的康荡，全身的
这整个系统的一个这舒缓这样子，所以类固醇是作用在全身，但是它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类固醇副作用，它容易有月亮脸，容易有水牛肩，就是所谓的 Cushing syndrome，这就是所谓类固醇的副作用。那steroid为什么会比较常用？就是它没有类固醇这些副作用，但那steroid的这种 NSAID 的这种止痛药呢，就是我讲的 ibuprofen 或是 EVE 这类型的，它比较像是什么？是灭火器。它不是作用在全身，它作用在个别的点。所以有些止痛药，像我以前我在学药理的时候，它每一个止痛药会作用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肝脏跟肾脏的代谢。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说我现在转换成西医的模式的话，我看到我们的临床数据，这个患者他的肝脏的肝指数偏高，那这时候我的思考，我就会把止痛药换成肾代谢的。那如果说今天他是属于糖尿病的，他本身他的肾脏的血管不好，他的肾指数功能越来越高，开始要病理洗肾，那这时候我的用药师我会选择肝脏代谢的止痛药，就是这样子来做错开。所以止痛药有分肝脏代谢跟肾脏代谢，那 steroid 的话，它就比较没有肝脏跟肾脏的负担，可是它有全身性的负担。对，那我刚刚讲的还有第三种叫做 acetaminophen。我不知道讲这会不会大家觉得很无聊，因为这有点专业，蛮专业的。对，我完全没有准备。可是我曾经在台湾，我药理真的是以前考试我是前几名的。现在已经考不倒你了。没有，我已经忘记很多了。可是这个止痛药我以前就是算是我的专业啦。是，止痛药问题真的是还蛮大的。对，因为它就分了3类，然后每一种都有每一种问题。可是如果说是要我们今天有发烧或者是消炎要解热，这时候要选择 acetaminophen， 就是所谓的普拿疼，它有解热的效果。可是 NSAID 没有解热的效果，所以我们这时候会选择 acetaminophen。那刚刚有提到说还有另外一种第4种，应该有人会想到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也是会有解热镇痛跟消炎的效果，可是有些人他会有雷诺氏症，所以不能乱用。所以阿司匹林不能随便用在小朋友，所以我们第一个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会使用 acetaminophen， 就是所谓的普拿疼。因为我们在以前我们药师就是美国讲布洛芬嘛。对，布洛芬，因为就是会讲很多的学名，因为我们都是讲英文名会比较英文的，因为商品名它会有非常多种。对，所以其实那为什么刚刚我就讲到阿司匹林也不能随便乱用，因为它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风险，它会导致雷诺氏症。雷诺氏症就是你的血管容易发干，容易会有那种紫癜，就是小朋友不能随便用阿司匹林，所以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在使用的部分来讲，你如果去药局买，如果在美国你之前不晓得买什么，你就是比较安全的，就是买普拿疼。但是普拿的效果绝对是3个里面最差的。普拿疼最差，然后 NSAID 的止痛效果会比普拿疼好，steroid 又更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全身性的系统发炎的时候，我第一个会使用的是 steroid，会使用 steroid 把它全部都把所有的发炎全部降下来，就是至少不要让身体有所谓的免疫风暴产生，因为长期身体的一个发炎会诱发其中的一些神经细胞风暴，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系统性的损伤。所以只要看到身体有发炎，如果是以我是西医的想法，我会想办法把发炎改善，患者就会得到疼痛的减少，就是疼痛的减轻，这时候也是症状治疗的一种。是，其实我们刚才听周医生这样讲，他真的是很专业，那听起来也好像有一点闷哦。但是你就知道说，其实用药不是，我觉得当然是不可能是完全都可以吸收，因为毕竟专业跟非专业还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些药品，它其实真的是有一些每一个药品它有它针对的。你的对症的去治疗，还有它其实有交互作用，还有你用的剂量、吃的时间点对不对，这都是你要关心的事情。所以药真的是，其实还是讲回来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不要乱吃。你如果真的不懂，我觉得像在台湾就很方便，或者是说，其实你在美国也是，你用药你可以去问药剂师，每一个药房几乎都有药剂师，你去跟他请教，或者跟你的医生来沟通，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些药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像包括去国外，你自己买了药回来，你真的不懂，你还是可以去问，或者是你就不要自己就是我感觉不好我就吃了，其实
真的建议不要这样子，因为你对你自己身体会造成你不知的损害。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是要请教一下周医师的专业，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下好了。因为像这种经痛啊、头痛或身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疼痛？是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一直靠止痛药来去压下来，那这个到底好不好呢？中医如果来看疼痛的话，我们会从2种来做着手，一种叫做不通则痛，一种叫做不聋则痛。什么叫做不通则痛呢？它的气血有瘀滞，这讲的是很简单的白话的，就气血有瘀滞造成的一个疼痛，所以中医要疏通才会让疼痛改善。这个叫做不聋而痛。什么叫不聋而痛呢？就是他身体的组织没有办法透过供氧的一个调节，让身体的一个乳酸产生堆积，产生不聋而痛。那这种是属于气血亏虚导致的疼痛，这是比较常见的2种疼痛产生的一个结果。那第3种我会比较常讲的就是所谓的体质学造成的疼痛。第一个，他身体有没有可能像是因为湿热或者是风湿或者是湿寒造成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状况，那这种属于体质学的疼痛。所以中医在看疼痛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有没有止痛药？绝对有，中医有他自己的止痛药，但是效果绝对没有西医来的好。但是中医要怎么样去改善疼痛的一个这个症状呢？我们要先从体质学去切入，我们透过改善我们身体的体质，第二个就是修正我们身体的错误，去改善这样疼痛的一个状况。第一个就是疏通经络，我们常会使用的除了药物以外，我们会药物里面有很多的筋骨药，我们就分像比如说我们只要跌打损汤嘛，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强项，会用一些自然酮啊、骨脆补啊、续断啊、杜仲啊、盐胡索啊、补王、五灵脂、桃仁红花，讲了一大堆，对不对？它里面的有包含了活血、有化瘀、有去瘀，然后有接骨、有补肾。那要怎么样去分辨患者的疼痛？这就是中医最难的地方。那西医很简单，就是一个止痛药，就是消炎，就是止痛。那2种呢，我认为说，有些中医他很反对使用止痛药，但是我的认知是，我觉得止痛药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原因在于说，中药的止痛的效果，讲直白一点，我认为真的没有西药来的直接而且确效。但是中药的存在的价值来自于说，它能从根本去改变这样子的疼痛，以避免这样子的疼痛再次发生。这是中药存在的价值。可是当他已经痛了，快晕倒了，快受不了了，可能就是他很严重的疼痛，他的譬如说我讲就是手术后造成的疼痛，那这时候你吃中药有没有效？绝对没有效啦。你这时候要吗啡了啦，可能要用非常强的止痛药直接去打，雄黄的止痛药才能改善手术后或外科手术后疼痛的用药。那我在讲生产分娩，以前我们如果古代的时候，那种生产分娩是不是就让它痛？因为所有的止痛药其实都没有太多，中药的止痛药都对于生产的分娩的疼痛没有任何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有无痛分娩啊，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止痛的一些药剂可以改善我们生产导致的疼痛，所以我认为止痛药还是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止痛就可以导致发炎的扩散。所以你这时候只要在疼痛出现的时候，你要先把疼痛改善，就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一个发炎。那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对，所以会有一种就是所谓的金字塔型的一个疗法，会跟倒金字塔型的疗法，这2种医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一个疼痛要发生的时候，你是要用很强的止痛剂立刻把它止住，还是要用少少的止痛药慢慢的增加？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止痛的效果，哪一个对身体的损害会比较少？这就是一个当然是慢很大的慢的，没有，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吗？不一定，有时候要第一拳就要赶快把止痛药的疼痛给下来，他长期使用止痛药的效果就不会有了。所以很多人在痛经的第一个时间，他还没痛之前，他就直接吃止痛药，预防性的服用头药，他就可以预防性的改善他后面的发炎的问题，他后续的一些长期发炎的问题。对，这个是比较新的医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看法。老一辈的医生或者是比较在，我都是老一辈的想法，慢慢来。对，因为以前我们学的都是慢慢，就是止痛药就要循序渐进，对不对？大部分如果说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直接在第一时间就下重拳，
它就不会让疼哦，痛再继续延后下去。这个用在什么样的一个疼痛呢？子宫内膜异位的疼痛跟骨盆腔的发炎造成的疼痛，这样子的一个做是。法，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还是对，要针对这个不同的具体情况来去做处理。当然，刚才提到也是比较深入，因为这个病它可能这种疾病它产生的疼痛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跟周医生来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快速进入一个推荐的时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节快要到了嘛，那要送母亲什么样的礼物最好？我觉得推荐给妈妈，这个健康是最好的礼物。这个100%日本制造的玉宝黑参是给妈妈补气养颜，还有提高免疫力最好的帮助。那这个是经过9蒸9晒的黑高丽人参，再加上发酵的高丽人参，另外还有85种的植物精华，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胶囊里面，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好，体力也是更稳，然后气色也是更好，因为里面加了红花油，所以我们不用吃一些大补汤了，不用搞得很麻烦，那其实就可以得到帮助。像在日本啊，有一个60多岁的很喜欢登山的先生，他经常爬到一半就要停下来，然后他吃了玉宝黑参之后，现在上坡真的是比较轻松，然后很爱跳舞的这个手拎姐姐说，她不管就是下课啊，她会觉得体力很累啊，她现在吃了玉宝黑参之后，她觉得体力跟耐力都比较好。另外一个是业务员，他也是经常睡不好，早上也爬不起来，现在他睡得比较深，醒来头脑也比较清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其实为什么要选黑高丽人参？它的人参皂苷是比一般的红参高了37倍，所以它可以提高我们免疫力、抗疲劳，还增强我们的体力、抗氧化，还有调节血脂、血糖等等的，包括情绪啊、抗炎养老啊、更年期不适都是会有帮助的。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这个时候要好好的保健我的身体，所以我也在服用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当做给妈妈最好的健康的礼物，让玉宝黑参帮助你。那我把相关的讯息放在影片底下说明。对，等一下，因为母亲节嘛，我们有一个特惠，就是买3个月份量的就送1个月份量的，所以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我们把相关的讯息放在影片底下说明区跟留言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我们继续跟周医生来讨论。其实周医生，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不只是 EVE 啊，市面上各种不同的止痛药，比如说牙痛啊、生理痛啊，或者是有些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痛、神经痛，其实不止这些吼。如果当下假设我们真的是这样不方便看医生，然后如果说想吃个止痛药先缓解一下，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但是事后怎么分清说我们还要继续进一步去看医生，会对你的这个疼痛得到改善有帮助呢？刚刚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玉宝黑参，它就是有预防疼痛的效果。对，预防疼痛的效果，因为很多这类型的黑参，它可以清除身体的自由基。我们人体的疼痛为什么会造成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太过于的自由基太多，那这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物。其实玉宝黑参它里面的人参，它就是所谓的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物，可以改善我们身体发炎跟疼痛的问题。所以刚刚就会讲，爬楼梯怎么越来越可以爬，或者是精神越来越好。其中有一个帮助就是人参的皂苷，它有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效，可以改善身体的发炎。所以你在预防疼痛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疼痛的原因在哪边。是，真的是推荐给大家。最疼痛的原因，那刚刚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就到底我们怎么发现这个疼痛，我要继续去看医生更好一些呢？这时候我又要回到周药师的那个身份，周药师的身份。对，其实对我来讲，来看，我怎么看止痛药呢？第一个就是止痛药，它是把我们疼痛的接受去给掩盖住。让我们身体舒服一点。这是我举一个例好了，比较常看到的是女生的痛经。女生的痛经，第一个它是子宫的一个挛缩跟收缩造成的，那也有可能是血块排不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吃止痛药，第一个止痛药可以阻断掉这种疼痛的讯号进到我们的一个脑，那可能过了3个小时、4个小时，怎么又开始痛了？就是刚刚那个女生，她吃止痛药就是养成习惯，她只要一疼痛就吃，一疼痛就吃，她把那个讯号掩盖住了。可是她的原因没有找到，她的原因是有可能是她下腹的气滞有血瘀，有可能是她的血块排不出来，有可能她的子宫在痉挛。那这时候她就是要处理这些问题。那也有可能她是骨盆腔在发炎。那再来
更恐怖的是，它是不是卵巢有破裂，卵巢囊肿有一些破裂的问题。这个都是这个急诊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一直吃止痛药，然后疼痛的状况或卵巢囊肿破掉，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然后去急诊才发现啊，原因在这边。那这时候止痛药前面止痛药其实都白吃了，那这时候赶快就是要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原因非常重要。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像头痛也有可能是应该是血管收缩造成的头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血管快中风了，或者是血栓堵在我们的一个脑部？那可是我们的止痛药，它会让这个症状舒缓，可是隔一阵子它又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疼痛、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这时候我们就要有所警觉。所以止痛药跟类固醇这类型的一些让身体舒缓的用，绝对不是万能丹，它只是一个治标的用药。我们中医有分治标跟治本嘛，止痛药它是绝对是治标的，它除了唯一的一个效果就是它可以改善身体的发炎，这是我的认知。但有些人会觉得不这么认为，周医师你讲错了，对，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止痛药的一个看法。但是我的认知就是它可以缓解身体的发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只是把疼痛的讯号改善或是阻断掉，阻断掉不代表它不见了，它的原因还在。那我们常常说，牙痛吃止痛药，牙痛吃止痛药绝对会舒缓，但它有可能是牙龈萎缩，或者是里面的牙龈在发炎。那这时候其实在止痛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它吃止痛药会有帮助，可是它也要看到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状况产生。那这时候牙科就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要找到原因。那我在讲最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面中医很常看到，就是说风湿免疫、关节痛，那这个就是中医的强项了。因为它这种问题啊，吃止痛药只是每次不断的缓解，这就是长期止痛药滥用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止痛药，止痛的风湿止痛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就是滥用止痛药一个很大的族群。它变天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在台风来的时候，台风来临前，它的关节疼痛会非常的明显跟剧烈。这在中医来讲，就是所谓的风寒湿痹。风寒湿痹，那这时候我们要祛风、要除湿、要清热、要泻火，去把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做根本的一个改善。那止痛药呢，它一样只是阻断掉这个讯号而已，它所有的一个本质并没有什么改变。包含了退化性关节炎也是如此，它有吃疼痛改善，没吃又开始了，或过一阵子它疼痛又开始，就是构成了止痛药的滥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在临床上面，我都一定会希望说，不管是中医跟西医，你要找中医跟西医都没有问题，你就是要找到自己疼痛的关键跟疼痛的原因在哪里，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吃止痛药或吃类固醇。那西医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你说西医为什么会常常用类固醇来做治疗模式，或是只要看到免疫的问题，或者是只要看到疼痛，或者是看到他们觉得很怪的地方，就是使用类固醇。就像我之前我的眼结膜红肿疼痛，那这时候我去给我学姐是眼科，他去看，他也开一个类固醇的点眼药给我。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们不太清楚说这样子的疼痛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先发炎，要先消炎，要先止痛，要先让这个发炎的状况改善，所以他们会使用类固醇。那类固醇好不好用？当然好用啊，美国仙丹是叫假的嘛。但是如果说是不好意思，就是如果说是要让那个疼痛或者是发炎改善的话，类固醇一点立刻就好了。可是我要知道原因啊，原因对啊，重点在这里，就是要知道原因。这就是中医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可以可能啊，我不是说一定可以找得到，就可能可以找到你。要有信心，肯定可以找得到。没有不一定，要看是什么医生。疾病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要保持谦虚。对，所以在很多原因是 unknown 的，它是身体不自主的发炎，那有可能是身体的一个某些循环出问题，有可能是你吃的饮食上面，就像我常就是有在临床上我有抓到有人吃坚果就会发炎这个你有看过吗？就是吃坚果他眼睛就开始肿起来，就是发炎。对啊，那有可能吃坚果就容易有一些疼痛的状况。最近有讲到说吃坚果会掉头发，这个也是真的很可怜。你有听过吃羊菇关节就会肿吗？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性关节。有啊，我就是这种人，我吃羊菇你吃羊菇就会对，那就是让我屡试不爽，我只要吃羊菇，我隔天就肿起来。结果对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我真的是用中药去改善我这样子的问题。我现在不会，就是我就是不断的去吃药，因为我就是特异体质，我的身体的体质非常的怪异。对我来讲，对我到现在看我自己，我也觉得我是很怪异的人。对，就不管吃什么东西，那真的很适合当医生。然后就是可以不断的尝试，对，治疗自己。然后我以前我还是西药师的时候，我真的只要一吃羊菇，我的关节就会开始肿，而且肿得非常的夸张。然后我就给西医看，西医真的就是第一个开类固醇给我，第二个开止痛药给我。那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他也没办法去做解释。可是我现在我可以解释我自己的状况是，这个是过敏性关节炎，就是我都是对羊菇这种东西产生过敏。那我后来怎么治疗呢？我用桂枝汤。我用类似那种风药，就我用感冒药，中医的感冒药去改善这样子的问题。那当然也有用一些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倒地蜈蚣、荆芥，那这些型的用药，那在每一个辩证它会有自己的辩证的模式。我前提就是我找到这个原因了，我找到这个原因去改善我这样子的疼痛，这才是最重要的。没错。不是每个人运气都这么好，可以找得到不同疼痛的原因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所以我想，其实刚才提到周医师啊，其实也是我们在中药的运用上面，也是可以帮助民众来做止痛的。那我想，其实很多人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先借这个机会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我们有开放，请就是让周医师可以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但是要记得是在干净 Word 上面去留言。你去留言之后呢，我们等一下会请周医师来帮忙回答这些问题。那当然，大家现在可以赶快去留言了，因为等一下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所以我们要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转到干净 Word。好，那周医生现在有没有患者找您看病？那同时也有牙痛、头痛或肌肉酸痛等等其他问题，那你也会来帮助他们做止痛吗？其实中医看的是全科，所有碰到的问题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但疼痛是中医的专门，疼痛大部分的其实如果说是在亚洲或者是我讲如果说在台湾，大家都是想到酸痛就会讲中医啦。你一般的内科疾病，他不见得会想要找中医，他认为中医不会治疗。他就会说，这种高血压什么一定要找西医，然后只要想到痛，肩颈痛、屁股痛、腰痛什么痛，只要想到痛他就找中医。那中医有一个对中医治疗痛症，它绝对是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止痛药对中药，止痛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然后大家不想吃那么多止痛药，好了，勉为其难去找一下中医，那给中医一个机会。那中医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治疗方式叫做针灸。针灸在临床上面，这么在西方的那个临床在那种 lecture 上面来讲的话，针灸有直接止痛的效果。就是在临床上面来讲的话，其实都是可以作为科学认证的，因为它可以就说什么可以针灸可以治疗脑内啡，但我在临床上面认为说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什么针灸可以增加脑内啡，没有那么简单的啦，可以治疗可以增加什么鸦片啡，那种其实是在西医的一个概念去看中医，可是中医有更厉害、更深层的学问，叫做经络学。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中医所谓的叫做不通则痛，不聋则痛，然后还有一种叫做体质学，就是经络堵塞的疼痛。大部分很多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透过针灸头皮针或针灸耳针，去改善我们的一个那个组织的痉挛跟组织的一个紧绷，或者是甚至是改善身体的发炎。这个我在临床上面其实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得到，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到，所以在一瞬间就可以去把原本疼痛的一个状况做一个有效的缓解。那第二个会改善疼痛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在于灸疗。灸疗也是一个可以改善疼痛的。我刚刚有说，你说像艾灸这些灸疗，对不对？对，没错。艾灸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作用在不通则痛跟不聋则痛。我们身体有些气血经络循行不通，这时候透过温通跟温灸，反而可以改善发炎的问题。你没有听错，有些人他的一个疼痛或瘀滞来讲，我讲一个最直白的，或者是最简单，大家可以听懂的一个例子。有些人脚扭伤，那第一个时间点是肿的跟米糊一样，很肿的红肿，对不对？大家这个第一个会想到冰敷，可是第二天开始，如果你再继续冰敷，你这个扭伤要注定不会好但至少1个月到2个月以后才会好。可是如果说你在第二天透过艾灸或透过热敷，你这个扭伤可能你在大概4到5天之内就可以改善。
大家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做个实验，自己去假装扭伤一下，然后以后你要这样子处理。第一个时间就是第一天的，我们第一天的关键就是冰敷，因为避免它的疼痛跟它的发炎更加的扩散。那这时候到第二天呢，不管再怎么肿，就全部都热敷，因为热敷跟灸疗可以让它的发炎的物质快速带离病灶，这个才是我的认知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医有这类型的一个想法跟概念，可是西医不一样，西医它就是全部都冰敷。现在他们比较进步，他们知道要热敷了。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以前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这个，这是要冰敷，那个复健科老师讲的，就是要冰敷，然后到最后冰到后面，他们为什么那个病人消失了？因为他的一直不断的复健，他的疼痛没有好，他后来就跑去找中医针灸。这个例子我常常会听到，对。那可是现在西医也知道说要热敷，它有热疗、有电疗、有蜡疗，可能用那些蜡去让它那个热敷，就知道说热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修复，跟我们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复原的能量。所以在中医在使用的话，除了针灸以外，就是针跟灸，它两个对于疼痛的止痛效果会很好，而且并没有任何副作用。是，所以其实中医在治疗上面，除了刚才一开始讲的各种不同的药材汤药之外呢，其实还有针跟灸。我觉得针跟灸真的是非常厉害，包括现在在西方社会啊，大家就开始对于针灸这一件事情就开始重视，而且其实很多人就说西方都要经过科学研究，你才能够证明你这个是有效。那现在在西方，就是对于针灸这件事情是已经非常的，很多人就是开始推崇，包括各大的就是保险公司啊，也都会支持就是针灸的治疗。所以其实我想，其实不管用任何的方式来做身体的调理跟改善，我觉得只要选对方式，选对适合你的方式，你正确使用它，我想对调理身体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干净 Word 让我们观众可以做提问，然后让周医师可以留下来一点点时间来回答一下观众的提问。那我们现在就先转到干净 Word， 然后再继续跟周医师讨论。我们现在先转过去，我想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在干净 Word 上面做提问。好。